我就要嫁给他。我不顾父母反对，执意要嫁给家在500里外的举人徐子昂。爹娘好言相劝，好女儿，500里的路程要走5、6日，若是爹娘想你该怎么办？我据理力争。娘，咱们武家已经没落，等子昂考中进士，入朝为官，就可以我们光耀门楣。再说500里距离，买一匹千里马，不出2日就到了。娘亲想我，我可以经常回来。徐子昂更是割破了手指，签下血书，承诺一辈子对我好，并答应我每年都回家住半年，尽孝道。父亲见木已成就，便不再反对。我爸妈心疼我，又看徐子昂写下血书，终于点头让我们成亲。我开开心心和徐子昂拜堂，公婆说我体谅我远嫁辛苦，给我准备了很多特产，让我半年后带回老家孝敬父母。爹娘，你看吧，我没有嫁错人。半年后，我爹来信问说我娘身体大不如前，我想立刻回娘家，却遭到徐子昂的阻拦。娘子，我以你武家名义请了雍州司马来府上做客，你可不能走啊。我们武家虽然不复当年，但在京城仍有几分名气，确实能帮徐子昂这些白丁出身的人接触到不少高官角贵。自从我们成亲后，徐子昂就不再读书，而是经常以我武家的名义宴请各地来访的高官名声，说是为了以后入仕途方便，提前铺路。我不赞同你每日宴请，有这时间还不如埋头苦读。婆婆走来，她说我们深宅女子不懂官场的复杂，一切都要提前铺好路，而且徐子昂的路走顺了，也能帮助我们武家恢复往日荣光。一听说能帮我家光复门楣，我态度缓和下来，让徐子昂答应我，招待完雍州司马就马上陪我回娘家。徐子昂连连答应，又派人买了很多特产带去驿馆烧给我爹娘。结果徐子昂招待完雍州司马，又来了平安县主簿，然后是大理寺少卿，就这么没完没了3个月，回娘家的事也一拖再拖，我气得要连夜出走。徐子昂好生哀求，说月初一定陪我回娘家。我当即下令府上禁止一切宴请。徐子昂连连点头。月初我正好收到爹爹的家书，说我娘昏迷数日，让我赶紧回家探望。我赶紧收拾东西找徐子昂驾车回家，可怎么找都找不到人。我来到大门口，发现丞相的轿辇停在门口，徐子昂正在恭敬地迎客。我真的气坏了，明明说好禁止一切宴请，他倒好，又瞒着我请了丞相一家。徐子昂看到我，赶紧跑来让我过去迎客，我抬手就是一巴掌。徐子昂，你故意的是吧？我们说好了要回娘家，你瞒着我请宴请丞相，你什么意思？见我生气，徐子昂开口哄我。娘子，丞相大人巡视各州，是好不容易等到的机会，错过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我娘病重，我今日必须回去，你不回就叫家丁送我。见我执意要回娘家，徐子昂的脸冷了下来。娘子，今日宴请丞相大人，其他世家全都到场，这个时候你不在，这不是让人家看我笑话吗？听他这么说，我更生气了。我娘亲昏迷数日，他却只顾着他的脸面。都说书商世家最重孝道，我娘重病，你不让我回去，又让别人怎么看你？这能一样吗？那可是我的前途。再说你已经嫁给我了，不帮助夫君就是不贤，不听夫君的话就是不忠，让夫君家丢面子就是不敬，按家规是要跪祠堂的。成亲前他写下血书，说让我半年在家里侍奉公婆，半年回娘家孝顺父母。边州10里8村哪个不夸他尊重妻子，孝心可嘉？没想到刚成亲，他倒给我安排上不贤不忠不敬的罪名。这是你亲手写下的，你有本事对着当初的誓言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徐子昂说不出啊，过了半天才皮笑肉不笑的蹦出一句：好，你想回你就回，我看你怎么回。徐子昂离开，我拦住了几个下人，让他们送我回家。下人们纷纷拒绝。家主说了，今日宴请丞相大人一家，所有人不得离开。无所谓，家丁不送我，我可以雇车夫。我准备取钱雇车夫，结果金银财物全被徐子昂收了起来。他以为我这样一定走不了，可我偏要走。我来到徐家后门，拔出藏在发髻里的金饼，交给车夫。车夫二话不说，请我上马车。车夫驾驶马车在林间疾行，我看着风景，满是对回家的期望。突然，马车停了下来，我急忙下车，只见徐子昂骑着千里马拦在马车门口。娘子，
我来接你回家了。娘子，回家吧。丞相大人说要帮我谋个差事，我提前进入官场，也能帮衬你武家，我这都是为你好啊。我娘病重，她若不在了，我要那么漂亮的门陪有什么用？我今天必须回家。娘子，我这可是上好的千里马，不管多远都能追上你，你是一定要跟我回去的。徐子昂是料顿我回不去，我若是现在遂他的心意，以后恐怕更难回去了。我抓住犹豫的车夫，给我撞上去，出了事我负责，到家再给你加3块金饼。徐子昂掏出3块金饼，条件是送我原路返回。我心中一紧，连忙加价到6块。夫人放心，俺最看不起不让媳妇儿回娘家的小气丈夫。说完，车夫露胳膊挽袖，驾车冲过去。徐子昂向来胆小如鼠，这么大个马车冲过来，瞬间吓得从马背上摔下来，地上还流了一滩浅黄色液体，没出息。我下了车，爹爹竟然在门口等候，我瞬间湿了眼眶。他肯定是天天等在门口，盼我回来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一回到家，桌上就摆满了衣服首饰。自从你出嫁，我和你娘每天都在思念你，眼睛都哭得看不清东西了。我心如刀割。从小到大，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。爹，是我不对，这次我一定好好陪你们。我来看望娘亲，她依旧昏迷不醒，不过她好像感到我回来了，竟然缓缓睁开眼。好女儿，娘，我回家后天天陪着母亲，她的身体好了很多。我陪母亲绣花、赏景，日子不知道过得有多惬意。不过贱人静悄悄必定在作妖，徐子昂不可能这么多天没有动静。果然，小丫鬟捧着比他都高的书信，都是徐子昂派驿站捎来的。他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书信飞满屋。我和我娘面对面而坐，愣是有种隔雪相望的悲凉感。我捡起一封书，一打开，文字一样的小字写得密密麻麻，什么花落花开倍思期，小楼冷风吹忧愁等酸腐句子，看得我直牙疼。果然贱人就是矫情，写的东西都这么矫揉造作。你当初还说这些是清真惬意呢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听我狡辩。我拿起笔给徐子昂回信，洋洋洒洒写下3个大字：少逼逼。然后赶紧让丫鬟寄出去，生怕晚炷香又有一大废纸寄过来。正好到了晌午，想着给爸妈做些边州特色菜尝尝。刚来到厨房，还没开始点火，好闺女，妈那里舍得你做饭。说完，我妈把我拉进院子。好闺女，你歇着，妈去做饭，实在无聊就撸撸猫。好闺女，我去帮你妈做饭，实在无聊就逗逗狗。我看着怀里可爱的猫狗和在厨房忙碌的爹娘，眼泪瞬间就掉下来。小时候，我家不似往日辉煌，爹娘索性遣散了厨子，亲自做饭。他们怕我无聊，就给我买了小猫小狗。我每天无忧无虑，招猫逗狗，吃着我娘做的羊肉面。爹娘啥都不让我干，就连洗碗，他们都怕划破我白嫩的小手。可嫁给徐子昂后，明明家里有下人，徐子昂却全部遣走，说书香世家的媳妇必须上得厅堂下得厨房，这是基本的体面。我哪里做过这些，可是想着儿媳妇要孝敬公婆的道理，只能硬着头皮做，不是切到手，就是生火被呛到。婆婆偶尔会帮忙，但她经常腰痛，以后就再没帮过手。厨房就我一个人忙活一家子的饭菜，原本很好的皮肤也变得粗糙泛黄。如今我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整个人圆润了一圈，原本粗发黄的双手也恢复如常。街坊邻居见我回娘家没走，都以为我和离了，竟然有不少媒婆递帖子。这个腰细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腿长。
你这老头子，我给闺女相看女婿，你添什么乱？闺女，你真打算和离吗？我正想着，小丫鬟突然来报，大小姐，白眼狼，不是，徐子昂来了。说好了让他别逼逼，他倒亲自上门来恶心人了。笑了。徐子昂说这些礼物是来赔礼道歉的。娘子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不让你回娘家，我小气，我错了。说完，他不忘给我爹娘磕头赔罪。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小婿错了，小婿愿意留下照顾二老半年，让娘子半年后跟我回家吧。闺女，你的事你自己决定，无论什么结果，爹娘都支持你。看你表现吧。徐子昂在我房门口跪了3天3夜，这天终于撑不住，过来求我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娘子，我饿了。哎呀，我都没舍得让我闺女做饭。我去做。徐子昂做好饭菜，又给我爹娘倒酒，给我夹菜，殷勤的像条哈巴狗。就这样，他白天干活，晚上给我端洗脚水，殷勤了半年。原本读书写修长的手指也长了老茧。娘子，我孝敬岳丈岳母半年，可我爹年迈，我娘也病了，求你跟我回去吧，我保证半年后再送你回来。啊，不是，和你一起回来。徐子昂求到最后，竟然给我磕了个响头。深夜，我想着徐子昂的表现确实不错，毕竟有多少人装模作样能装半年呢？估计他真的知道错了。于是第二天清早，我拜别爹娘，和徐子昂回边州。爹娘别哭，半年后我就回来尽孝。岳丈、岳母，半年后我和娘子一起回来尽孝。刚到边州，我累得只想休息，却被徐家人团团围住。他们纷纷夸赞徐子昂照顾岳父岳母，孝心十足，是书香世家的典范，是不可多得的好女婿。可说着说着，我就觉得不对味儿起来。子昂啊，这半年伺候妻子岳父，耽误不少读书的时间吧？哎呦，我真是心疼你。大娘，没关系的，但只要我娘子喜欢，我做一切都值得。换我可不敢耽误夫君的前途。好，徐子昂，你把大家招呼过来，是宣扬你有孝心，顺便暗示我是个无理取闹的妇人是吧？你们听着，我在娘家享乐，是他徐子昂上赶着当舔狗求我回来的。徐子昂，是也不是？是。你们都听清楚了？亲戚们觉得没意思，四下离去。我只走了半年，徐家院子就跟被抢劫一样乱七八糟。我公爹不是个干活的人，婆母身体又不好，徐子昂要照顾他娘，还要管家，更是分身乏术。娘子，这院子……怎么，你不会让我收拾吧？徐子昂拿起扫把打扫院落，等院子干干净净的时候，他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夫妻之间就是要互相帮扶，他打扫院落，那我就来做饭。就这样相处了半年，徐子章每日看书，很少宴请。我想他是真的知道错了吧。转眼又到了我回娘家的日子，我让知青点礼物，徐子安走了进来。娘子，这是做什么？半年之期到了，当然是回娘家啊。武清莹，你怎么又回去呢？那你跟我一起走。丞相大人过几天就到了，他知道我的孝心有加，夫妻和睦，特意要来见我们。你不能这个时候又要弃我而去吧？这是又要故技重施了。好啊，你留下招待丞相大人吧，我自己回。话落，徐子昂又急了。你爹写信来说他们身体康健，你又回去做什么？身体康健是他们的事，遵守约定半年一回是我们的事，岂能混为一谈？徐子昂憋了半天，一个屁都放不出来，袖子一甩，大步离开。半夜，我见徐子昂还没回来，便起床想着出去看看。还没寻到人，就听到徐子昂的话在屋内屏风后飘出来：娘，他还要回娘家，那谁来应酬丞相大人啊？实在不行，给他下点泻药，让他走不了。对，上次丞相大人冲武家的名头来，结果他一走，丞相大人连大门都没进。这次必须要给丞相留下好印象，等你攀上了丞相，就把他贬为妾室，娶个识大体的。
听到这儿，我如遭雷击。原来这一家人是算计我，只想借着我武家贵族的名头去攀附高官。徐家是书香世家，但祖上没有官职，想要攀附高管贵族，必须要有人引荐。那我们就给他这个机会，而我这个落寞的贵族，就是他最好的垫脚石。这时，徐子昂走出来，嘴角还带着阴谋得逞的笑意，结果迎面撞到了我，拼命往下扯着嘴角。笑啊，怎么不笑了？是天生不爱笑吗？娘子，这么晚怎么还不就寝？幸好我没睡，不然明天就要喝泻药了。原来你娶我不是因为爱我，而是因为我的身份。你说的哪里话？我让你留下来应酬丞相，不也是为了你好？你们武家已经没落，连进宫赴宴的资格都没有。可丞相大人马上就会进宫赴宴，到时候带上你我，不是光耀门间的好事吗？所以孝敬爹娘对你来说，没有你的前途重要，对吗？你爹娘年事已高，早晚都是要入土的，不能为了2个老人就不要前途啊！好，你口口声声要给你娘求诰命，要给你爹求官途，到了我爸妈这儿就是2个快死的老人。你好意思说你是书香世家养育出来的君子吗？我终于看清了徐子昂的真面目，1000两白银对他家来说也不算小数目。他当年凭一己之力劝说父母，亏我以为他是爱我才重金下聘。当晚，我写下和离书，徐子章苦苦哀求，见我执意要走，他竟然跑出去杀了马厩那匹千里马。我拿着包袱就要离开，结果徐子昂站在门口阴阴地笑着。千里马已经死了，深更半夜你能怎么走？老娘不要你了！我不签！武家这么好的登流台，我是不会放过的。真是无语，我武家虽然没落，但好歹是贵族。和离这种事，他签不签字，凭我武家的名头，轻易就能办成。来人！娘子，我还是劝你乖乖留下吧。你当我傻吗？我已经给爹娘写信，5日后一定归家。若是没见到我，就证明你对我下了毒手，他们就会报官。我看是你的关系近，还是我武家的关系近？徐子昂听我这么说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毕竟所谓的书香世家，家传5代也才出了这么一个举人，他绝对不能在此刻沾染污点。那我便自己去找车夫。我一把推开徐子昂离开，他不服气，悄悄跟在我身后，显然不相信我一个女子能在深更半夜找到车夫。驿馆的马车都是给官大人用的，你们武家落落，没这个资格。真是笑死！谁说我在驿馆就是用驿馆的车马？车夫来嘞！就在这时，上次带我的车夫驾画着马车赶过来，徐子昂惊讶的眼珠子都要掉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前夫告辞。看着徐子昂站门口猪肝色的脸，他怎么都没想到，为什么深更半夜我也能找到车夫。其实有过上次的经验，你拿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娘就让我留个心眼儿，她给我10块金币，让车夫买了上好的千里马，并雇佣他10年。只要我想回家，就给车夫写信，他就会一直在驿站等我。我舒服地躺在马车里，车夫唱着轻快的小曲儿。马车一路疾驰，只3日的时间便到了家。爹爹又等在大门口，也不知道等了多少日。我见到他时，他的膝盖都微微颤抖。爹，我和徐子安和离了，我再也不回去了。好，你娘早就挑了20来个小伙子，只要你点头，随时都能入赘。爹把孙儿的名字都起好了。啊，这么快的吗？为了庆祝我和离，爹娘买了全城的羊肉，连着摆了3个月的火锅宴。我爹让车夫再去订100斤羊肉，车夫连连摆手：“老爷，可不行再吃嘞，俺上火上的痔疮都快掉出来嘞。”车夫的话惹得我们哈哈大笑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：“武清营，把聘礼还来！”我不顾父母反对，强行远嫁。原本说好各家住半年，结果轮到我回娘家时，夫家想尽办法阻拦。在搞清楚夫家只是把我当垫脚石，并不是真心爱我后，我毅然决然和离，回娘家做快活日子。
没想到他再次找上门来。武清莹，当初为了娶你，我家花了1000两白银，如今和离，就不该霸占那么多的聘礼不还。这时，徐子航身后走出来一女子，她小腹隆起，一副娇滴滴的样子。拿了这么多聘礼，还敢回娘家？相公，你之前怎么就娶了这么不知礼数的女子？呵呵，我说和离后他怎么没作刀呢？原来是另娶他人了，也不知是哪个世家贵女，被他当做了垫脚石。见我不语，那女子继续开口：君为臣纲，夫为妻纲，你好歹是落寞贵族，这点礼数都不懂，简直倒反天罡。见这女子批判我，徐子安连赞。不愧是河东裴氏，就是懂礼数，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娘子。哦哟，没想到是世家名流的姑娘，也是让徐子昂捞着了。河东裴氏的姑娘自然是饱读诗书，那怎么就不知道君为臣纲，君不正，臣投他国；夫为妻纲，夫不正，妻可改嫁呢？徐子昂违背誓言出尔反尔，到底谁倒反天罡？徐子昂让我赶紧还银子，见我不为所动，他就嘲讽我们这种落寞贵族，就知道啃老本。到我这一代，肯定是坐吃山空，说不定银子早就被我花完了。我懒得计较徐子安的无知，让小丫鬟把那些散碎银子还了回去。小丫鬟把银子砸在徐子昂脸上，徐子昂疼得龇牙咧嘴，让你也尝尝被埋没的滋味。徐子安捡起地上的银币，一脸不屑地看着我。我不跟你计较，我娘子说了，裴家会帮我重新获得丞相大人的赏识。等我平步青云，到时候除非你跪下来求我，不然连通房丫鬟的位置都没有。等我平步青云，到时候除非你跪下来求我，不然连通房丫鬟的位置都没有。满嘴喷粪，好臭，快滚！我娘忍不住吐槽，徐子昂的新媳妇儿好歹是河东裴氏，怎么连这么简单的目的都看不穿？呵呵，你闺女还是京城贵族呢，不也是没看出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我娘早年和裴家主母一起读书，她总觉得事情怪怪的，于是派车夫去打听。老爷，恁家是没得人了吗？咋啥事都让俺去？加钱，狗都不干，俺干，俺身轻如燕，最擅长打听消息了。我抱着孩子嗑瓜子儿嗑得满嘴起票，我娘急匆匆赶来，小丫鬟把一大摞帖子放在桌上。好闺女，快挑几个中意的夫君。夫君还几个？我娘是想看美男想疯了吗？娘，我已经嫁过人了，有哪个男人会娶？娶什么娶？是嫁。什么？我娘的意思是，这么一大摞男人想嫁给我。我娘说，我们武家就算没落，也好歹是贵族，给贵族当赘婿根本不丢人。为了嫁给我，这个愿意出1000两黄金，那个自带长安城最豪华的宅院，这个会杀猪，那个会看病。于是我娘挑挑拣拣，扔掉面相平庸的，在一堆美男里选出来4个腰细腿长的递给我。我一看帖子，好家伙，一个厨师不用担心我饿肚子，一个大夫不用担心家人生病，一个账房可以帮我管理家产，一个从良等等。从良？娘，其他的我都理解，这个从良的怎么也塞给我？我娘嘿嘿一笑，说我什么也不懂，说这种人活好，温柔，会疼人，带出去能应付宾客，带回来能伺候我，简直血赚。我答应我娘迎娶4个美男子，倒不是我贪心，主要上一段婚姻让爹娘操碎了心，这次必须让他们满意。何况这次是我娶静雯，再也没有人敢拦着我回娘家。事情定好，车夫也回来了，我赶紧拉他进来嗑瓜子，问他打听到了什么八卦。咦，我的娘嘞，那徐子昂太恶心了。车夫说，丞相大人到了徐家，没有看到我转身就走，结果徐子昂造谣我看不起他白丁出身，强行和离，想博取丞相大人的同情。丞相大人又不是吃素的，直接给了白眼狼一个大飞脚。徐子安在丞相大人那儿吃瘪，转而就打听到河东裴氏的大小姐在茶楼歇脚，他忙不迭地过去献殷勤。我妈一听，瓜子也顾不上嗑，赶紧追问：我勒个亲娘啊！裴氏那么大族，就轻松被他忽悠嘞！我勒个亲娘啊！夫人咋还学俺说话？俺后来一打听啊，那裴氏是冒充。原来裴如烟真名柳如烟，是河东裴氏公子的相好。他为了攀附权贵，隐瞒了自己的身份。因为裴公子不愿意帮他赎身，他就打着河东裴氏的名义到处逛，争取钓个老实人。正好他瞎猫碰到死耗子，遇到了急于攀附高门的徐子昂。那徐子昂给了柳如烟3000两白银，柳如烟第2天就赎身嘞。等柳如烟花光徐家家产，徐家就完蛋嘞。你咋打听得那么清楚嘞？咦，又学俺说话。那茶楼的老板娘是我七舅老爷的儿媳妇嘛，全城的人都知道柳如烟是骗子，没人跟他说，都等着看他家笑话嘞。徐子昂啊，徐子昂啊，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我娘选了个好日子，让我迎娶4个美男回家，
我正在换喜服，小丫鬟说在城里看到徐子昂了，他给裴氏买了一间大宅子，过几天就在里面宴请丞相大人。徐子昂在当地算是家底殷实，若是换到京城，一座宅子怕不是要掏空家底。看来徐子昂要被柳如烟骗得血本无归了。花轿抬进来，4个美男子下轿，一个比一个娇羞可人。我爹娘很满意这次招赘，喊了很多达官贵人前来庆贺。我见这个架势，总觉得某个人会闻着味儿过来。果不其然，看他那点头哈腰的样子，真是让人恶心。吴清莹，我们刚和离你就招赘，一招找4个，如此纵欲过度，你不守妇德。那咋了？你不听我规劝，态度傲慢，你不懂礼数。那咋了？你，我这都是为你好，不然家底都会被你败光的。那咋了？徐子昂见我油盐不进，盯上了旁边的达官贵人。这女人不守妇德，跟我成亲时每天都想着回娘家。那咋了？我见徐子昂脸色发青，差点笑出声。这种刁妇的婚礼，不值得各位贵客赴宴。我妻子乃河东裴氏，不如去我宅子里喝酒赋诗。子昂啊，徐子昂，你怕不是个傻子吧？果然琅琊王氏的少爷开口。你的宴席可有长安红茶、瓜果酥山以及名厨鸡公做的芦花鸡啊？徐子昂当场愣住，他以为准备酒菜就能招待京城名流了，可笑。京城名绅从不馋好酒好菜，而是追逐名贵。没有名茶名酒，谁会去一个白丁家做客？我的婚宴，瓜果是西域金桃，鱼鲜都是江南运来的活鱼，请名厨亲自捧制。这些不是光有钱就能得到的，只是可怜的徐子昂永远都不明白。这时，我几个娇滴滴的买男夫君也开口了：“妻主大人，这个唧唧歪歪的乡野书生是谁呀？”夫君赵之敬接茬：“还能是谁？拦着妻主不让他回娘家的小气夫君呗。听说他娶妻主大人只用了1000两白银，这么点钱还好意思拿得出手？白银？我光是嫁给妻主就花了1万两黄金呢。1万两黄金，他那行可真挣钱啊！你们不过是落寞贵族，我河东裴氏才看不上你们。武清莹，等你把家底掏空的那天，别过来求我。把他俩插出去！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夜晚，我享受着4个美男服侍，回想起我在张家辛苦做饭的日子，心想早点听娘亲的，何必受那份苦。不知妻主大人今晚选谁侍寝？那个，我光顾着享乐，完全忘了今天是我大婚的日子。我这辈子第一次娶夫君，没有经验，思索半天才试探的开口：“一定要选一个吗？”不愧是妻主大人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妻主大人全都要。说完，他们4个齐齐的向我看过来。不是，我说的好像不是那个意思啊！我和4个夫君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，夜晚地动山摇，白天温泉养腰。张盼儿看上去温温柔柔的，到了晚上跟饿狼一样，害得我站都站不起来。有了盼儿，我才明白夫妻之乐是多么的快乐。相比之下，徐子航就是个软蛋。正想着，小丫鬟走来，听说了吗？白眼狼，不是，徐子昂在大姐外面施粥呢。他们一听，齐刷刷的就要去看热闹。奇怪，京城富庶繁华，他施粥做什么？大概好像是京城外有流匪抢劫，好多难民涌入城里，吃不饱饭。我听说丞相大人微服出巡也快回京了，他这个时候施粥做样子，肯定是想提前博个好名声，吸引丞相的注意力。走，咱们也去看看热闹。徐子昂施粥虽然是虚情假意，但好歹让人有口饭吃。然而凑近一看，里面的米粥稀稀拉拉，那分量麻雀看了都摇头，人怎么可能吃得饱？武清莹，看到了吧？我行善施粥，丞相大人回京自会知晓。再加上我娘子河东裴氏的引荐，这次肯定能成为他的门生，提前入朝为官。这么点米粒，你是拿流民闹着玩吗？徐子昂嘲讽我养尊处优，不知洛阳纸贵。京城米价高，光是买10担米就用了我数两黄金。啥？数两黄金10担米？从我嫁到徐家下厨以来，就对柴米油盐的事格外关注。京城的米再贵，也用不着用金子去换。我看到柳如烟，瞬间明白了，
肯定是他诓骗徐子昂，好在从中捞油水，这一来一回，估计赚麻了。我实在看不得流民吃不饱腹，当即回家找爹娘商量。我跟爹娘说我想施粥，爹娘纷纷点头表示赞同。我家施粥都是满满的米粒，老弱妇孺还有额外的一个鸡蛋，很快就没有人再去徐子昂的粥摊。徐子昂果然找了过来，怒气冲冲指着我，没想到你为了跟我对着干，竟然下血本买这么多米。我愿意，要你管。等你败光家产，就带着你爹娘流落街头吧。那就不麻烦你操心了。我听说丞相大人已经回京了，你家娘子怎么还不帮你引荐啊？徐子昂震惊的模样，显然不知道丞相已经回来。听到我的话，他急匆匆离去。我就这么摆着粥摊，听说徐子涵花费巨资买了更多的米，要跟我一直耗着。这日，徐子昂坐不住了，气急败坏地赶来。吴清莹，我们已经和离了，你没必要这么吸引我的注意力。你没有镜子就照照地上的狗尿，你有什么值得我注意的？若不是为了吸引我，你何必耗尽家财跟我耗着？什么意思？我武家是没落贵族，就意味着没有家底了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我成亲之前，我已经打听到你家挥霍无独，家里仅剩一处庄子用来收租，不然也不会狮子大开口要1000两白银做聘礼。对，话说丞相大人回京数日，怎么还没召见你？难道是你裴氏娘子没帮忙吗？我家娘子需要思量拜帖该如何写，等她写好拜帖，自然会得到召见。哦吼，那就祝你好运喽。这天我正偷懒，小丫鬟走来说有流民拿百姓的银子，百姓们对我颇有怨恨。他们说是你养着这群流民害人。我寻思这些流民除了喝粥就无所事事，肯定有人生出坏心思。刚好我正想做点生意，不如就让他们帮忙盖酒楼。这个人好烦哦。吴清莹，你够了！你要是忘不掉我，我允许你回来做我的小妾。西主大人忘不掉你什么？是放屁太臭，还是不爱洗脚，还是喜欢上茅房瞄不准啊？丞相大人都回来快1个月了，你怎么还没见到他？莫非你娘子还没写好拜帖？我娘子说了，拜帖帖不重要，高管名门最看重善举。等我见到丞相大人，要跟你死磕到底。这柳如烟还真能忽悠，徐子昂娶到这样的娘子也是罪有应得了。这几日你都瘦了，有劳公子挂心。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客气。盼儿给我梳头，说徐子昂借了好多外债，说要修建酒楼。不止修建一家，是修建5家。好家伙，5家酒楼，这蠢货是不是脑子不好？有这劲头搞关系，还不如好好读书。流民们有了营生，这天下就有了希望。少爷，丞相大人让您明日一同进宫赴宴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吴清莹，我得到丞相赏识，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，你后悔吗？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徐子昂建造酒楼救济难民，实乃有功之臣。徐子昂，你建造酒楼救济难民，朕心甚慰。朕赏你白银1万两，你可在5都各建一座酒楼。若1年之内能收回成本，朕便许你面试，破格入朝为官。谢陛下隆恩。旗主，徐子昂得到了皇帝的夸奖，咱们酒楼将来恐怕不好做生意。徐子昂以为有皇帝赏识就可以针对我，那他可太单纯。很快，我的酒楼建好，徐子昂的5间酒楼也都开业大吉。京城的人都知道，徐子昂获得皇帝的赏识，生怕得罪这个未来新贵，全都去光顾他的生意。想着他要是入朝为官，能提拔一下自己。
武清莹，你现在后悔跟我和离了吧？吴清莹，你现在后悔跟我和离了吧？啊？为什么？生意如日中天，早晚会完成对皇帝的承诺，跻身官场。而武家酒楼这儿却门可罗雀，你武清莹早晚会败光家典，流落街头。他认定我此刻后悔死了，可做生意讲究的是长久之计，一时红火好能说明什么？哼。徐子昂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默认了，高傲地表示，如果我愿意每天给他洗脚，他考虑让我当个贴身丫鬟。啊！吴清莹，你的酒楼凭什么生意这么好？真是笑死，这货怕不是个傻子。他为了尽快回本，价格比普通酒楼贵了1倍。之前的人看在皇帝的面子上，尚且光顾一时，长久下去谁能遭得住？就算我家酒楼的菜品卖得贵，你也不能比其他酒楼便宜吧？我愿意卖的便宜，要你管。没想到你为了跟我对着干，竟然不计成本。好，那我今天就让大家看看，我是皇帝看中的人，去他店里吃饭，等我入朝为官，好处少不了。你那酒楼那么贵，我们是过年了，不是发财了，哪能天天去？哼，谁知道？那你啥时候入朝为官？这饼我不吃。我徐家的酒楼，以后所有东西半价。降价找来客人，无异于是引战之歌。不过，这关我什么事？不错，徐子昂啊，没想到你还有这般本事，能把这酒楼经营得如此红火。丞相有所不知，这酒楼的生意之所以如此红火，全仰仗您的威名。好，既然你如此能干，那我便在此地为你题字一幅。徐家酒楼每天人都很多，但我却高兴不起来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找上门来，他们说我欠了他们很多钱，我只能不停地道歉求饶。他们让我签字，把酒楼抵给他们，我签了字，按了手印，他们还让我把菜价也改了。吴清莹，你也是亏本做买卖吧？迟早裤子都赔掉。吴清莹，我就跟你耗着。1年后，武家酒楼依然生意红火，而徐家的酒楼却接连倒闭。至于徐子昂那边，听说不断赔本，把铺子抵出去，到现在只剩下1间了，距离丞相大人查掌的时间越来越近。徐子昂急得抓耳挠腮，过来找我撒气。徐子昂看到我的酒楼依旧生意红火，他气急败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的酒楼还不赔钱？徐子昂坚定我饭菜买的便宜肯定是赔钱的，除非我用的是臭肉和腐坏的蔬菜。徐子昂冲进厨房里翻找食材，他大叫着冲进我的厨房，非要检查我的食材。他看到我厨房里新鲜的蔬菜，直接傻眼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这么新鲜？徐子昂把我的厨房翻得乱七八糟，我实在是无语。就在这时，厨房伙计也来报说丞相大人来找徐子昂。徐子昂，你有本事在我这找茬，不如想想怎么应对丞相大人。丞相大人笑眯眯地走来，问徐子昂酒楼经营的怎么样。徐子昂哆哆嗦嗦不敢说话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客人嘴快，直接说徐子昂赔本，只剩下1间酒楼了。丞相大人勃然大怒，一脚踹倒徐子昂。丞相大人十分生气，当初徐子昂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赚钱，现在不光没挣，还把4间酒楼赔了出去。如今怎么向皇帝交代？徐子昂还在狡辩，说不是菜价太贵成本高，就是住店的人太少。丞相大人懒得听他说话，反正有了这档子事，徐子昂的当官梦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丞相大人心烦意乱，他看着我的酒楼，突然灵机一动，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见皇帝。谁？我吗？为什么？徐子昂这张牌已经废了，而我的酒楼也解决了安置难民的问题，正好可以帮丞相大人交差。我不服。徐子昂说我价格便宜还能挣钱，肯定用了手段，说不定早就借了还不清的高利贷。我真是笑死了，你到底明不明白什么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？我武家就算落落，怎么可能只有一处田庄收猪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开酒楼？因为全京城1半的客栈都是我家的，南来北往的客人除了住宿就是吃饭，
正好可以形成闭环。而且你开酒楼需要从供货商那儿进食材，价格本来就高。而我武家在京城就有田庄，我直接用庄子上养的鸡鸭牛羊，用庄子上种的瓜果李桃，直接省去供货商的差价，价格自然就低了。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亏你1年都没想明白，就这脑子，入陶为官也是坑害百姓的蛀虫。丞相大人点点头。吴小姐说的对，你以后就回边州教书吧，京城官场没有你的位置。向皇帝表明我的安置难民的功绩。龙颜大悦，奖赏了丞相和我武家。我武家重新获得皇族赏识，前来拜访的客人门庭若听。徐子昂找过来，他让我别得意，很快就是科举考试了。等他考中进士，还可以入朝为官，这是丞相大人也不能阻拦的。等他东山再起，有我哭的时候啊！对，那你还不回去看书？我改了张盼儿而见及的文书，给他请了最好的教书先生，不求他能一朝入仕，只求他少打扰我。怎么，还在想昨晚的事？我在想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正经一点？那你喜欢吗？不然他那一身磨人的本事，每天都让我腰酸腿软。很快，考试结束，到了放榜的日子。徐子章焦急地挤在最前面，我陪着张盼儿来看榜单。徐子安看来看去，从头到尾也没看到自己的名字，急得跳脚。不可能！我寒窗苦读15载，不可能没中！我可是边州唯一的举人啊！徐子涵大吵大闹，有考生看不过去了，站出来嘲讽：一个举人有什么了不起？他们老家每10户就有个举人，都快烂大街了。就在他们争吵的时候，张盼儿戳了戳我，指着探花那一栏：七主大人，你看，我中了探花。我看着探花那一栏，张盼儿的名字，不是吧？这才学了几个月。徐子涵抓着张盼儿说：“他只看了1个月的书，凭什么能中探花？努力有用的话，还要天才做什么？”张盼儿当了探花，每天上朝，他帮丞相出谋划策。很快，京城内的难民重新找地方安家谋生。盼儿当官当得好，皇帝的奖赏源源不断的抬进来。徐子昂一审落魄，听说他没考中，柳如烟连夜就跑路了。徐子昂哭哭啼啼的跪在我面前，说他错了。现在他的家底已经败光了，爹娘把他扫地出门。只要我原谅他，重新给他介绍权贵，有一日东山再起，一定会报答我的。我真是无语，你就是一心攀附权贵，才落得如今这样的下场。你不会一直都没发现那个柳如烟是骗子吧？我跟徐子昂说了柳如烟假冒裴家大小姐的来龙去脉，徐子昂听完整个人石化在原地。当初劝你好好读书，你非听你家人的意思，每天想着攀附权贵走捷径，大好的时光全都浪费了。若是用来读书，早就中了进士，而不是在这儿给我哭。7年后，盼儿在官场如鱼得水，我们的孩子也聪明伶俐，一看就是读书的好苗子。再说徐子昂，他爹娘嫌弃他屡试不中，每日让他睡在柴房吃馒头。可徐子昂还做着攀附权贵的梦，根本无心读书。再后来，我被皇帝封为1品诰命夫人。徐子昂已经彻底没了音信，但是关我什么事呢？